每一個健身嘅人背後都有佢哋嘅故事，而我馬高斯亦都唔例外。今年已經係小弟健身嘅第6年啦。你哋可能喺 IG 或者 YouTube 睇過我嘅健身教學影片，但我都仲未介紹過我自己。我點解開始健身？點解堅持落去呢？今日我就會講下我馬高斯嘅起源故事。2017年4至5月左右，我去咗打籃球，打到熱嘅時候我就除衫準備換衫。有個印度朋友，13歲，65公斤，12至13% 體脂，有6嚿腹肌，同我一樣高，162cm。重點係佢從來未試過健身，但係天生就咁大隻。佢行過嚟，用隻手指一嘢篤落我個心口嗰度，話 Bruh, you skinny。自此以後，我就開始每日做100下掌上壓。當然個姿勢係完全唔啱嘅。大概做咗3個禮拜，我開始見到我個胸大咗啲咁多。我喺 IG 鋪咗呢一張相。第二日食飯時間，我嘅同班女同學同我講 Marco， 你鋪上 IG 嗰張相有冇 P 過㗎？我話冇啊，做咩啊？佢哋話我覺得你個身形好奇怪。我話吓？佢哋話係啊，我覺得你個膊頭有啲窄。我就話吓？你班有雙下巴同我講啲咁嘅嘢啊？唔係，呢個我內心獨白嚟嘅啫，冇講過。我意識到自己需要鍛煉其他肌肉，從而達到一個健全嘅體格。之後我問我阿媽可唔可以俾我用自己錢買2個7.5公斤啞鈴喺屋企自己練。然後我就買咗一對啞鈴，望住 Jeff Cavalier 嘅呢一段片開始訓練。每個動作我做3組，隔日訓練。雖然我嘅動作姿勢同埋飲食都唔係幾好，但我嘅身形仍然慢慢改善緊。大概用咗2個月，我開始覺得屋企嘅啞鈴太輕啦，我就報名去康文署健身室嗰度開始健身。就係咁，2017年8月，我正式展開咗我嘅健身之旅。高中DSE 時期幾個月之後，我開始忙，多咗補課、模擬考試同埋去自修室溫習嘅時間。但係我都盡全力保持住我嘅飲食同埋訓練系統。我嘅時間表大概係咁樣嘅：7點15分起身，8點至1點喺學校，1點至2點就放飯溫習，2點至5點繼續上堂，5點至5點15分去 gym，5點15分至6點半練，6點半至7點3翻屋企，7點3至9點45分食飯。冇錯，食2個半鐘，完全冇停過，2500卡路里。我全日就淨係食呢一餐嘅啫。9點9至到11點就超打理一下，11點準時瞓覺。然後到咗 study leave 翻學嘅日子全部完晒，我哋就要開始自修。我嘅時間表都係差唔多，但係個分別就係我會喺午餐時間鍛煉，夜晚會自己煮飯，而唔係阿媽幫我煮。有時候我會因為壓力過大，唔係好夠瞓。如果係咁，我嗰一日唔會練，會選擇休息多1日，但我唔會容許自己連續3日都唔練。有啲朋友同我講話 Marco DSE 淨係考1次㗎咋，你要入到 U 先至可以做到成功人士，如果唔係就真係返 M 記㗎咋。不如你停咗佢，唔好練住，將100% 心機擺喺讀書先啦。嗰陣時我覺得佢哋講得有道理嘅，訓練、控制飲食、休息同埋學業，全部嘢加埋都令我好大壓力，但我就係唔想放棄，而我唔知點解。同我大部分同學唔同，我冇去補習社上補習班，因為1我冇錢，2嚟我有錢都想儲翻佢，投資喺我嘅健康。雖然我嘅成績永遠唔係最勁嗰批學生，但我100% 肯定我嘅健康狀況比身邊任何一個人都要好。最後我成功考入我嘅 A1 選擇香港中文大學嘅食品及營養科學系，而過程中我冇犧牲我嘅健康，我唔會後悔將健康擺第一呢一個決定。大學1年級至2年級，2019年6月打後嘅每一日，全部嘢都變晒。健身室反覆地重開同埋關閉，我嘅訓練亦因為社會環境變得斷斷續續。我經歷過好多次停滯、退步同埋重拾力量嘅週期，好難可以持續進步。我好想擱置健身，揾其他興趣，但我就係唔想放棄，而我唔知點解。2021年1月嘅其中一日，我教緊我學生 Tiffany， 一位心理學碩士生。我同佢提及過，我已經有1排冇增過體重，嚟緊諗住增翻體重。佢就話：你唔覺得自己依家已經望落去唔錯啦咩？做咩覺得你仲要增加肌肉量，維持你目前嘅體態唔好咩？我呆咗，無言以對。我諗緊，我比起大部分其他人睇落已經算唔錯，點解我就係唔願意安於現況，俾我嘅身形維持原狀呢？我對問題嘅答案毫無頭緒，所以我最後都係冇答到。2021年4月16號，我踩單車嘅時候出咗意外，個身碌咗落斜路，成身都係傷。我連續2個月冇得訓練，喺頭嗰2個禮拜，我甚至唔可以屈曲我嘅膝頭、手踭或者做其他好基本嘅要務。我責怪自己做一個一無是處嘅20歲靚仔，要我阿媽睇住我。
一日，我望住塊鏡，見到自己嘅肌肉變得越嚟越扁，我嘅身形變得越嚟越差，我開始覺得沮喪。突然間，我開始醒起 Tiffany 嘅問題，就算我真係睇落去差咗，我都仲係比我一開始鍛煉嘅時候好睇啲咁多，我都仲係有進步。點解我對於目前嘅體態覺得唔滿意，甚至覺得有少少失落呢？然後有一日，我睇緊一啲動漫嘅 compilation， 一啲動漫主角喺度打 boss， 我就喺度諗，點解動漫咁有趣嘅呢？究竟有啲乜嘢令動漫角色咁引人入勝呢？突然間，我對以往嘅所有問題得出咗一個答案，終於明白點解我會堅持行我嘅健身路。我持之以恆去訓練，維持飲食習慣、作息習慣，希望優化所有嘢，達到我嘅健身目標，係為咗做一個更好嘅自己。我想更了解自己，我想知道人類身體嘅自然極限究竟係點樣。我想知道真相，而真相嘅特點係佢係客觀嘅，係事實，係唔可以改變嘅。我之所以喺受傷嘅時候覺得失落，係因為我唔可以喺任何一方面進步，我冇喺尋找真嘅路上繼續邁進。我唔係淨係想好睇，而係想喺我靈魂在世之年達到最好睇嘅體態。所有熱血動漫嘅共通點係，所有主角都喺度不斷提升自己，無論佢哋跌過幾多次，佢哋都會企翻起身，繼續奮鬥，令自己喺心理同埋生理上面變得更強。佢哋尋找最佳最好嘅自我嘅故事，同我產生共鳴。由尋找真嘅角度去思考，或者通往最高境界嘅角度去思考，我開始明白點解人會對佢哋嘅興趣咁有熱誠，係因為佢哋追求自己嘅興趣，就好似我咁樣，都係佢哋達到真我嘅其中一個方法。通過跳舞、視覺藝術、音樂、科技，又或者係一啲基本嘅創作，人可以揾翻佢哋嘅真我。我成日覺得其他人喺佢哋擅長嘅領域上持續進步嘅故事非常有啟發性，唔係因為佢哋達到一啲偉大嘅成就，而係因為對比起佢哋卑微嘅背景同埋佢哋嘅現況，對佢哋產生敬佩。離題咁樣講少少，一個高大靚仔有錢嘅靚仔繼承咗佢阿爸嘅財產，從來唔係一個吸引到我嘅故事，因為個個人都會知道佢哋嘅結果係點樣。但如果係一個窮、醜、孱弱、內向嘅蠢仔，可以達到佢任何一樣喺生命想要嘅嘢，行一條甚至係佢自己都完全意想唔到嘅一段旅程，呢一種故事聽落更有趣，而我亦都相信我會想做嗰一種故事嘅主角，我可以做呢一個故事嘅演員、導演或者係編劇，而呢一點就係令我嘅生命有意義嘅嘢。總括而言，阻力訓練就好似一樣有用嘅智慧，你可以感受自己嘅身體點樣運作，用你嘅身體持續進步，同埋去發掘自己。如果你都仲未開始訓練，我會由衷地建議你通過阻力訓練去發掘自己。如果唔係，歡迎你去發掘其他興趣，然後付出你嘅所有，唔好放棄，繼續去做。無論最後我哋揀咗乜嘢，我哋最後都可以達到我哋嘅終極目的。尋找真我，尋找我哋係乜嘢同埋係邊個 ，Who aren't what we are。而呢一點要通過反覆超越自己嘅極限先至可以達到。蘇格拉底曾經講過 ：An unexamined life is not worth living. No man has the right to be an amateur in the matter of physical training. It is a shame for a man to grow old without seeing the beauty and strength of which his body is capable. 所以如果你真係想揾到自己嘅真正形態，你可能會想試一試阻力訓練。如果你已經睇到嚟呢一度，希望你可以留言話俾我聽，你係點解同埋點樣展開你嘅健身路，又或者係其他任何嘅興趣。我相信我各位觀眾同埋咁多位留言嘅朋友都會支持你嘅選擇。如果你對我嘅故事產生共鳴，希望你可以俾個 like、subscribe 撳埋個鐘仔，分享呢段影片俾你嘅朋友。我係馬高斯，下次再見，拜拜。